在开始今天的视频主题，我想来特别的讲一下这个视频的灵感从哪儿来呢？我前段时间和朋友去了滨州的一个小镇，那里有间家居店，我就走进去看了看，结果我就发现了有这么多种 gadget 小玩意儿。大多数人呢都会认为他们能给你生活带来方便和减轻负担，但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智商税。没错，今天的视频呢，我想来和你们聊聊有哪些产品在表面上看似是帮你解决生活上的小问题，买回去之后呢，就变成一堆没用的东西，不仅是浪费了你的钱，还让这些无用的物品继续免费占用你家里的空间。希望看完这期视频之后呢，你就会明白哪些物品纯粹就是个坑。首先是我进到店里后看到的第一件物品，也是我忍不住和朋友吐槽，就是这款拥有那么可爱猴子造型的香蕉保鲜盖子。必须要承认，它们确实看起来很萌萌哒。我当下第一眼呢，就和朋友说：“哎呀，这玩意儿设计的用途在哪？请问你真的需要一个专门的工具来保存你吃剩下的那半根香蕉吗？你是蚂蚁胃还是毛毛虫胃呀？一根香蕉都吃不下吗？这玩意儿除了用来盖香蕉，目的就是用来防止香蕉变坏变黑，就没有其他的用途了。如果你看到这里时还觉得哎呀，这小猴子造型真的是太可爱了，如果你还决定买了它，那么恭喜你，现在有了一个只会浪费空间的小物品。不仅如此，这种盖子设计太小太单一，除了来保存香蕉，根本没办法应对其他食材的保存需求。如果你是想做奶昔要用到剩下的香蕉，我建议你是提前把所有的香蕉切成小块，装进食品保鲜袋里，然后放进冷藏，等你下次要来做饮料的时候呢，就直接可以用起来。这样难道不比这种单一设计的小玩意儿来得更实在吗？接下来第二件物品呢，就是 Green Stripper， 而且还是针对像羽衣甘蓝这种带叶子和梗的蔬菜来用。别误会啊，它看起来呢确实像是一个可以提高你在厨房做事效率的好工具。很简单，你只需要把菜叶往孔里一拉，叶子和梗就分开了。这小物品的好处呢是在那儿的，但我们也要来看一下它的不便之处在哪。像这种小物品呢，只能处理一种特定大小的蔬菜。那换句话说，如果它的叶子稍微大一点或者小一点，它的功能性是不是完全就失效了呢？叶子太大吧，扯出来的时候不方便；叶子太细太小，那种根本就用不上。而且你真的需要一个专门的小工具来做这件事情吗？难道就不能用一把普通的刀或者是手动撕扯效果更好吗？这种东西设计的再漂亮，也是个一次性的工具，你花钱买，最后呢只会连一个装饰品都不算的塑料玩具。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护锁式的玉米夹？相信我，这也是我第一次见。我在店里见到它的时候真的是惊呆了，好吗？居然还有这种发明。外包装看起来呢好像是厨房的黑科技，但实际上这种护锁式的玉米夹简直就是个噩梦。试想一下，每次你想去夹住玉米去烤玉米，大概率呢它们会卡住或者是滑出来，那它的设计就变得多此一举。我能看出来玉米夹的设计初衷呢是为了让你吃玉米的时候方便拿着。那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好了，我们人的手对于温度的承受能力比嘴巴还要高，那如果这根玉米太烫了你拿不了，那同时也说明了它会烫嘴，你根本吃不下。另外来看看这种玉米夹的设计呢，会导致清洁难度增加，因为夹子上每个小细缝都很容易脏，很容易进东西，清理起来非常的麻烦。请问为什么要为这样的一个小工具花费你额外的时间和精力？下次你看到这种玉米夹，不妨想一下，到底值不值得为了一个看似先进但实际不便的工具去浪费你的钱和时间？我们已经讲完了无用的小工具，接下来是讲一下有哪些无用的收纳工具。第一件物品呢，就是多层鞋架。我曾经也用过这种看似能帮助我收纳所有鞋子的鞋架。那买鞋架呢，一般人也不会去选一个价格很高的鞋架，基本上是哪个性价比便宜就会选哪个。那现实是他们的设计非常的不稳，只要稍微不平的鞋子就会东倒西歪。多层鞋架设计呢，只适合那些鞋子款式统一且大小相近的。一旦你的鞋子有高有低，有细跟有粗跟，在摆放上来说就得要花时间去整理每双鞋子，按照每双能放置的空间来摆放。如果放不进的鞋子呢，请问这鞋架买来的作用是什么呢？放不下的鞋子你就只能放在一边了。多层
层鞋架看上去是能让你收纳鞋子，但它只是让你花更多的时间去保持这种表面的整洁，但实际上呢是一点都不整洁，好吗？再来说说这款很常见也是我用过的可堆叠式的塑料储物箱，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认为它们是收纳和整理东西的一个完美解决方案。在大学4年里面，我几乎每一年每个学期都要搬一次家。那当时作为大学生的我以为它很实用，但是现在呢，我只会觉得它真的是很鸡肋。那这种储物箱呢，是用来装你不经常用或者你想要你的物品隐形化，都可以通通装进这种储物箱里。然后你会意识到这些东西被你扔进去之后呢，再也不会出来了，就像后宫的妃子一样被打入冷宫，再也见不到光。那这也是很多人拥有的一种错误消费方式和错误的收纳方式。因为当一件物品被收纳起来、被装起来之后呢，你就会忘记了它的存在，然后呢就会去买相同类型的物品，买的东西越来越多，存放在家里，最后导致什么情况呢？就是浪费物品。另外就是这种堆叠式的设计，让你在放取东西时会变得特别麻烦，每次要拿取东西时都需要事先移开上面的所有物品、所有箱子。那这些储物箱经常因为是塑料的材质而不够结实，一旦你把箱子叠得太高，那底部的箱子可能会因为承重过大而变形。总之，这种储物箱呢，只是给了你一个不理性囤积东西的借口。我家里就是有一个这种非旋转式的调料品收纳架，显而易见它的一个 bug 就是设计有非常大的不便性。首先呢，它是没有高低层的设计，这就导致了你每次要拿调料品的时候就得把其他调料移出来，每次移出来呢还得小心翼翼，不然很容易就撞倒其他瓶身太高的调料瓶。另外的一个 bug 就是瓶身只要稍微大一点或者是形状不规则，会让你在视觉上看起来很杂乱。这种灵活性那么低的架子会让你需要花时间去摆放整齐。再者就是这种架子往往在设计上没有考虑到调料品的易取性，那相比之下带有旋转式的调料品架会更灵活一点，能让你更方便的拿取。最后我们来说一说牛油果切片器。在买它之前呢，你必须要成为一名牛油果的爱好者，这个呢就是它的门槛了。如果你是不爱吃牛油果的人，那你根本买了它就是等于买了一个废物回家。牛油果切片呢，顾名思义就是你只需要一刀下去就能获得完美的牛油果。在我做这期视频功课的时候呢，我发现不是所有牛油果的切片器都是3合1的功能。所谓的3合1呢，就是从 cut、twist、slice 一步到位。有些切片器呢是只有最后一步，就是将牛油果切割成一片片的功能。那对于不是3合1的这种切片器，你一开始要用到一把刀先切开。我在这里就想问一句，你都用刀了，为什么不干脆继续用它来将牛油果切片呢？这有多难呢？请问，相比之下，用一把普通的刀和勺子就能轻松完成切割、去核和取肉的所有步骤。你看这一把普通的刀就能完成同样的任务，甚至还可以用来切各种各样的水果、蔬菜、肉。所以说，我们真的需要为每种水果都准备一个专用的工具吗？那综上所述，这些看似便利小工具和收纳神器，其实就是商家为了迎合人们对于精致生活幻想而产生的一个产品。下次你看到这些所谓能提供做事效率的神器，不要轻易冲动去购买它。你现在应该明白了，这些被包装的如此完美的神器，实际上就是在浪费你的时间和金钱，好吗？希望看完这期视频的朋友们都能做一个聪明的消费者。如果喜欢这期视频，不要忘记一键3连。那我们下周再见，拜拜。